色的。我們今天要去 Stream Hotel， 從 C2 出口最近。我們前陣子來的時候，這邊兩排都是櫻花，現在已經變成綠樹了。我們來過 Stream 幾次，今天是第一次要去它的飯店。我们今天要吃的餐廳在4樓，這次也是用故鄉納稅換的下午茶券，已經快要過期了。飯店放了好多櫻花跟中戲。ギネスベンチャールグレーの方がアイスもご用意ございますのでぜひご賞味ください。おラテナットもご用意ございますのでよろしければこちらもご賞味ください。因为可以喝到饱，18种。这是我们今天的菜单，餐點都是草莓的，茶可以喝到飽，只有伯爵紅茶可以做冰的而已。迎賓飲料是草莓汁，迎賓飲料還有附吸管。擺滿了整張桌子。茶是一整壺的，龍哥的第一壺點了香草茶，我點了倫敦早餐茶。這一盤是鹹食，草莓跟絲綢乳酪，草莓番茄生火腿的塔魯塔魯。鮭魚跟草莓串，藍紋起司跟草莓的小塔，鮭魚跟莓果的沙拉。司康有2種口味，草莓跟鹽的，有附檸汁奶油跟楓糖，可以沾絲皮。第二層有夾豬肉泥跟草莓果醬的泡芙，麵包上面放蝦跟莓果，草莓跟烤牛肉的三明治。深紅茶巧克力、草莓鮮奶油蛋糕、草莓甘納許夾心餅、包草莓跟卡士達醬的巧克力塔，有白巧克力跟草莓的起司蛋糕，還有草莓可麗餅。這下午茶有附一碗草莓，最上面是淡雪，地往上的是乾王，地往下的是托基艾卡。因為今天主要是慶祝我們結婚7週年紀念，所以還請店家寫了紀念牌。碳酸飲料喝太多，等一下胃就會被填滿了。鹹食是像這樣子，另外放藍紋起司的味道有點重，這裡面鮪魚還蠻多的。這個超級重的，真的是這樣子吃嗎？這好重哦，你等一下拿會嚇到。我覺得這個好好吃哦，就是草莓配絲綢乳酪。時間過得好快啊，不知不覺我們結婚已經7年了。記得去年才剛在想說7週年我們要到哪裡過，就已經1年了。年紀越大，時間過得越快，腦袋一片空白，忘記去年到底做了什麼。還好我沒有拍影片，沒有拍影片的話，真的都會忘記到底發生過什麼事情，記憶力越來越衰退。這麵包不太好咬。草莓醬是加在豬肉泥的上面。我想起來了，我們去年是吃哈密瓜的下午茶，而且也是用故鄉納稅換的。對。
酥肉跟草莓好像沒有很搭我覺得普通。这間店午餐有自助吧，我發現還蠻多人在吃的耶。這是草莓跟烤牛肉，我覺得可能是草莓酸酸甜甜的味道比較重，讓牛肉顯得比較沒有存在感。我點了一杯冰紅茶，裡面有包哎，這個我真的不能把它倒過來，倒過來它就掉下來了。司康的外層很脆，很像餅乾。今天慶祝7週年，代表我們可以開始想8週年要去哪裡慶祝。這裡的凝脂奶油算是比較爽口嘛，覺得奶油香沒有那麼重。起司蛋糕不知道為什麼吃起來有點像棉花糖。巧克力蛋糕上面長草，這應該是迷迭香，先拔出來好了。甜味比較淡一點，紅茶跟巧克力的香氣都還蠻突出的。這夹心餅是一個草莓的形狀，我覺得有幾個的草莓很酸，那有幾個很甜。可能品種不一樣吧。點了一壺低咖啡因的午夜時光，草莓還有富煉乳可以沾，但是我要直接吃，享受草莓原始的味道。這好像每天的品種都是不一樣的。先吃蛋雪好了。進入主餐時間。那剛才都在吃什麼？前菜開胃菜。毛毛看起来還蠻大的，這樣比起來都加一個嬌小。我上次去九州出差的時候買了2盒阿貓，在那邊買還蠻便宜的。阿貓好甜哦，跟淡雪完全不一樣，淡雪好酸。我覺得托奇艾卡吃起来很有親切感，因為我們平常在超市買的草莓不是托奇艾卡就是托奇歐豆莓，比較平價的品種，熟悉的味道，就很中規中矩的草莓的味。啊，你把黑皮的部分折掉，吃了看会不会變得更黑皮？我覺得甜的、鹹的都是普通好吃吧，沒有很印象深刻的。中規中矩嘛。那我覺得司康還不錯哎，我覺得很像在吃很厚的餅乾。這幾天剛好櫻花滿開，我們接下來想要去看真正的櫻花。剛好這禮拜只有今天是晴天，從明天開始好像又要下雨了。我們回澀谷站搭車。我想要去一個我從好幾年前就一直想去的賞櫻景點，從澀谷可以直接過去，交通算是還蠻方便的。我們從澀谷搭到大倉山，大概搭半小時吧。好眼熟的站名。我們前幾個月有到這裡看過梅花，到大倉山之後要再搭公車。我们到大倉山站了，到車站對面搭公車，搭41系統，從大倉山站搭到東方町，大概搭25分鐘。現在可以搭2點57分的車。我们搭到東方町了，一下車往左邊看就看到整排櫻花了。這條是江川 Sesaragi 綠道，中文好像是翻成江川潺潺綠道。這裡有整排櫻花樹跟鬱金香，現在都是滿開。这條河川很清澈。
有一朵跟人家不一樣的鬱金香。这棵櫻花樹好大哦，它橫跨了這座橋。這裡傳來陣陣食物的香味。有一對阿公阿嬤走過去，聽到他們說這旁邊有麵包工廠。剛才搭公車的時候，看到前面那一整條也都是櫻花，所以我們走到前面去看看。我剛才查了一下 Google 地圖，看到這旁邊原來是有 Yamazaki 的麵包工廠，味道還蠻重的，一直飄過來。應該是在烤麵包還是烤點心？這裡的鬱金香感覺更多耶。这條綠道其實還蠻長的，這一面的櫻花好像比較茂密，鬱金香好像也比較多。這裡原本是供水給水田的農業用水路，在昭和60年代種了200多棵櫻花樹，到了平成7年整備成江川 Sesiragi 綠道。走到底發現前面還有一段，這段的櫻花看起來超級茂密的。這裡人比我想象中還多。今天是平日，如果是假日的話，會不會擠到不能走路啊？走到了一段沒有鬱金香，只有櫻花的地方，好像還有哎。我們還沒走到底。這條河川還蠻長的。感覺人潮都聚集在有鬱金香的地方，只有櫻花的地方反而人就比較少。我覺得這一條綠道綿延不絕，走不完，很像無限的延伸。我們決定從這裡折返。可以無限的散步，你可以一直來回走來走去，可以一直來回折返。沿路這樣走都不會覺得無聊，因為整條步道都很漂亮。我們又走回Yamazaki面包工廠的旁邊了，聞到這個味道就知道我們走回來了。真的是人最少的一段耶。這一段沒有人，走起來還蠻悠閒的。我們走了一圈，現在走回去搭公車。剛才沒有看回程的公車時間，不過感覺班次應該不少。等一下過去再看幾分有車。班次還蠻頻繁的，我們現在可以搭5點33分的車，還有5點超多車的。我们回到大倉山站了。上次來看梅花的時候，
在這一條坡道有買一間麵包店，不知道它現在還有沒有開，看一下現在還有剩什麼麵包，看起來幾乎都賣光了。从車站走5分鐘到了這間蕎麥麵店。元祖鴨肉蒸籠蕎麥麵有商標登錄耶，那這樣子應該要點鴨肉。這裡有賣蕎麥可樂餅，第一次看到。現在登錄店家的 app 裡有小禮物跟炸蝦，或者是一個蕎麥可樂餅。點了一盤烤鴨肉，有虎片。鴨肉好香。配白蘿蔔絲跟柴魚片一起吃。我們有2個蕎麥可樂餅，一個是換的。可樂餅的形狀好特別，而且裡面還是有湯汁的。高湯炸豆腐，上面還有鴨肉，感覺好豐盛。可樂餅外面還蠻脆的，本來想說它浸在這個湯汁裡面會不會整個軟掉，但是其實還好，吃得出蕎麥的味道。我點了親子丼，雞肉是用大山雞。菜單寫說這個親子丼在橫濱的一個動物比賽有得過銀賞。點了這間店的招牌元祖鴨肉蕎麥麵，冷的蕎麥麵，然後附一碗蘸醬，裡面有鴨肉的蘸醬，看起來是有勾芡的。我覺得有一點鹹，雞肉還蠻嫩的。然後裡面還蠻多肉的。真的耶。裡面大概有4-5片鴨肉，有一個肉丸呢。這個湯汁的調味我覺得也有一點重，但配麵吃就還蠻剛好的。裡面的鴨肉好香，蕎麥麵本身味道就普通吧。重點是那一碗鴨肉的湯汁。鴨肉很香，但是飯跟麵都蠻鹹的。味噌湯也蠻鹹的。對，口味真的是重了一點。今天是我們今年唯一安排的賞櫻行程，在離東京不遠的橫濱，就能看到整排櫻花跟鬱金香同時綻放的繽紛美景，我覺得非常值得來感受春天的氣息。謝謝大家看到最後，我們下支影片見。